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2月10号，比特币昨天一根大跌，现在是按计划跌破了我3号的时候给大家在高位提醒，比特币短线可能有风险，它整个中线的买点，你应该找这种破矩形的位置，但是现在破矩形，第一个目标位，我前面有跟大家交代的一个支撑位是在$21,500，还有一个位置是在$20,800附近啊，也就是这整个区间。不过现在的这一个$21,500，等下再来跟大家讲一下一些知识。它不光是这个位置有支撑，前面好几个位置也是有支撑区哦。或者也有朋友在问要不要开单，我个人狗狗币已经有开单了。昨天也是跟大家提，如果这一个矩形它跌破，你下翻一个矩形。不过昨天也是有搞了几笔啊，我们可以看一下 Discord 社群程序是有给了一笔多单的信号，是在0.08658。当时也刚好有在盘中，所以就开了一笔，后面是平掉了一大部分，留了一部分防守成本。不过昨天晚上在下跌破的时候，后面是自动又平掉了。然后我想跟大家讲，昨天是有跟大家提了几个支撑位，这个位置开了一笔，但是止损掉，今天早上在这个低点又开了一笔，目前是有一点利润。如果真的按我的建议，你在这个位置有再买的话，先耐心等一等啊。至于短线上它到底会不会来一根多底，包括比特币短线会不会来一根多底是一个关键啊，以及为什么现在是按计划跌下来，我等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原因，就是那个 CPI 主力其实是有计划的，很多人只是搞不明白。它这个矩形，我跟大家讲，加息25个基点，它跟前面只加息50个基点的这个位置是一样哦，就是主力骗散户在这个位置去追，那25个基点也是在这个位置去追。那我也是跟大家讲了有一段时间，你要去留意一下矩形震荡有可能会破位，就类似这个矩形震荡50个基点追压下来挖一个陷阱，那现在压下来挖一个陷阱，到底会不会再上去？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给我们邀请点点注册，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看一下狗狗币的一个图形吧，就类似昨天跟大家讲的，它这个矩形也是在担心，万一破的情况下，那我们拉下去翻一个空间，可以观察一下，它其实刚好就是在这个低点，也是一个买点哦。我想跟大家讲，到明天8点的时候，也就是今天这一根 K 线的收盘，到明天8点，如果它是一个多方强势的情况，就包括大盘也是一样，如果明天8点它一根大跌，按正常情况，以前有跟大家讲过，如果是一个空方的趋势跌的话，它每天收盘的重心都会下移。如果这个位置马上遇到一根多底，你在这个位置就不要再看空了，有可能真的这一波下跌计划的目标破这个矩形，大盘有可能是破到位。所以到明天8点的时候，一定要去留意这个位置到底重心会收在昨天这一根下跌的实体里面，那有可能会类似一个拇指线。我们可以同样观察一下，比如说比特币在之前的一些熊市的行情，这个位置矩形整理到位，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下跌每一天的收盘重心收在前一天收盘的下方，那这种就是标准的一个空方趋势啊。包括这个位置也是一样，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矩形，一根大跌破了矩形，第二天收盘重心继续下移。所以现在整个大盘的思路，包括其他的一些币种，你尽量观察一下明天收盘能不能收在这一个 K 线的实体里面。当然矩形目前下方的话是比特币还没有到位哦。我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有2个支撑位，一个是在$21,500，也就是这一个矩形整理区间的高沿位置，就是短线它是在撑这一个位置哦，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是在撑这个高位。然后另外的一个目标，也就是我跟大家讲，矩形破的话，不排除它有可能会挖一个坑来到这个地带。当然比特币现在是还没到啊，所以我看到狗狗币有破到那个位置，我是今天早上又搞了一笔多单。然后比特币短线在这个位置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哦，我们拉一条直线过去观察，也就是去年整个7到8月份可以明显观察一下，就是这个高点啊，所以这个上沿的位置它也是在撑这一个位置，还有一个位置是在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支撑区，所以是很明显，如果再拉过去，时间横到前面的几个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也就是7月份
当时这边有一个双底的结构，它有时候上影线是支撑，有时候实体也是支撑区啊，就是实体的开盘跟收盘的位置，也就是这个位置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拉一条直线过去，它是打在这个高沿位置，然后在这个位置，也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所以短线就观察明天如果能马上收在这一个实体里面，那我的观点是短线有可能提示多方的朋友或者是主力这个位置它已经遇到一个多方的抵抗。至于为什么跌下来，昨天我已经跟大家讲了，美国在14号的时候要披露一个 CPI 的数值，预估值是在 6.2。 那我昨天有跟大家讲，现在土耳其是地震或者是全球的一些局势，乌克兰跟俄罗斯有没有可能战争会升级，通胀的指标从 9.1 一直往下掉到 6.5， 那这一次已经是连续2个月加息是在放缓，上一次这个位置是只加了50个基点，因为之前全部都是75个基点在加，所以加息有放缓的情况下50个基点，然后25个基点，有没有可能通胀会不会来一个小幅的反弹？比如说预期值是在 6.2， 它有没有可能是在 6.3？ 我昨天的视频已经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不排除主力可能也是有计划的，让很多散户骗在这个位置去追，然后现在又压了回来，就这个矩形破了压回来，我的观点也是一样，跟上一次在这个高位，希望朋友们不要去追，你等压回来这个位置，我是建议朋友们买，包括这个位置起来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讲，2只金鱼是扫货了超过2万枚的比特币，一整波报到现在。现在我的一个观点是，你如果要做多也是一样，下来的话其实有些支撑位是可以做多，只是倍数你尽量低一点啊。然后还有一个观点想跟大家讲一下，短线这个位置为什么有撑，也就是它价格是破了这个布林线的下轨，所以我的观点是不排除这个位置你如果要做多，也有没有可能它会反到这个轨道内。包括狗狗币为什么在这个低档的位置开多，也就是它破了这个下轨的位置，所以我是选择开了2笔一笔是止损掉，还有一笔在这个位置，现在有做对的话，我是在观察它会不会反到这个轨道内，也不排除有可能会到一个多底。如果是多底的情况下，短线会不会马上上去，猜不准啊。如果它真的再反的话，我们观察一下，这根 K 线也是有压力，然后这个矩形位置也是有压力。先看一下明天收盘，它如果收得很强势的情况下，还要再去观察的朋友，你再看一下它还有没有2次压回，甚至在这边箱体震荡。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以太坊，以太坊也是一样啊，尽量还是以这整个大箱体来对待，已经提了有一段时间。那短线昨天一根下跌，它的一个支撑位昨天也是有提到，破了的话，那你就整嘛，等更低的低点，也是跟大家讲了有一段时间，你去观察一下有没有可能在1500。那明天早上的时候也要去观察一下，这边会不会遇到一根多方抵抗。如果它收得很强势，比如说这样子插入线，你也不一定要去追，有没有可能再压回一次，然后看一下有没有可能震荡到位，在这个整个区间震荡一段时间，到时候看会不会往上去突破。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